萧炎见吴雪说出这样的话，难免是有些吃惊的。难道这妮子真的喜欢上自己了？可是自己已经是2位爱妻的夫君了，自己与她的感情应该不太可能了吧？听你这话，你这是要带我回武神阁？萧炎心想着，这妮子不会是想带着自己回去见她的家人吧？想到这里，萧炎急忙地摇了摇头，显然这不太可能。对呀，我们武神阁乃是无数超神势力中的前5，其中的底蕴和资源虽然比不上神指联盟的庞大资源，但是对于你如今的实力，要是能够可以给你一点帮助。原来吴雪带自己回去是想要将武神阁之中的资源给到萧炎修炼，只是没想到眼前的这位妮子竟然愿意将如此资源分享给自己。看来萧炎手指衬托着下巴，眼神微眯地看着吴雪那动人心弦的精致脸颊，或许是对方的确有美的缘故，在这一时间让的萧炎竟有些愣神了，一下子被萧炎这么紧盯着自己，吴雪的脸颊更加的滚烫起来，有些娇羞的轻声道：你这么看着我，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没有。萧炎尴尬的轻咳了2声，自己这是怎么了？竟然被吴雪的美差点给吸引的走神了。只是你那武神阁是诸神万界所在的超神势力，我如今实力还只是3重天位神，就连进入诸神万界的资格都没有。萧炎双手一摊，表示对自己的实力也很无奈。虽然说能够在100岁的年龄突破到了3重天位神，这种天赋非常的少见，可是也还没有达到进入诸神万界的资格。要知道，在整个第1等级世界中，达到萧炎这等实力的至少都是1000岁以上，虽然也有个别存在的神之天骄在数百岁的时候也达到过这个层次，但也没有萧炎这般逆天。闻言，吴雪的柳眉也是在这一刻微微一蹙，的确，实力没有达到5重天位神的话，根本不可能有进入诸神万界的资格，毕竟那是3大神界之首的存在，其中的神之资源可比无量神界以及万兽神界不知道丰富了多少倍。不过此前元尊前辈给我的灭世本源，我如果将其炼化吸收的话，或许能够让自己的实力突破到5重天位神。萧炎简简单单的说出这句话，在被人听过来却是如雷贯耳般的炸响。吸收灭世神火本源，而且或许可以突破到5重天位神，这也太荒谬了吧！先不说其他，就说这个灭世神火乃是9道神火排名第3的可怕存在，对方如今没有了灵智，那本源的力量也是达到了惊人恐怖的程度。毫不夸张的说，就算是7重天位神的超级神之，都对其没有100%的把握，能够将其吸收炼化本源。在萧炎的嘴中倒是如此的轻描淡写。虽然吴雪知道萧炎的天赋不凡，此前也见识过萧炎体内拥有多种火焰，可是想要炼化灭世这等神火本源，倒是听了依旧会非常的吃惊。炼化灭世本源，你有几成把握？要知道神火乃是大咒神物，只要一个不慎，就会受到神火本源的反噬，届时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就被焚烧成虚无了。吴雪也并不是觉得萧炎不行，而是在他的心中，他不想让萧炎冒这个险。接着说道：这灭世的毁灭力太过惊人，曾经在我父亲的口中得知，就连他那样的强大存在都对灭世神火产生了忌惮之心，所以我还是希望你能够不要冒这样的险。提升自己实力也并非神火本源，在这无量神渊中肯定还有其他宝物资源，倒不如稳妥一点，提升自己的修为。萧炎只是笑笑，他听得出来对方是为自己好，不让自己冒这个险。可是如果稳妥一点的话，自己的实力恐怕很难提升到5重天位神。如今灵动和沐尘2人还需要等自己去救，如果时间久了，自己的这2位好兄弟不知道在里面又要受什么苦了。感谢吴雪姑娘对我的关心，不过我有自己的原因，必须要铤而走险，方才能够在最快的时间内提升自己的实力。萧炎回答吴雪的语气不像是开玩笑，反而是非常的认真。吴雪沉默了片刻之后，抿了抿嘴唇道：好吧，既然这是你的决定，我也不好勉强你。萧炎点点头道：我炼化灭世本源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你先回武神阁吧，等我实力有所突破，我一定会第一时间去武神阁，正好让我看看5大超神势力之一的底蕴资源究竟有多么的强大。就算吴雪不说，萧炎也会去诸神万界寻找进入神指联盟的机会，而现在武神阁已经是成为萧炎前往诸神万界的第一个落脚点。好，萧炎，那么我就在武神阁等你哦。然后还没等萧炎有所反应过来，吴雪竟是偷亲了萧炎的脸颊一口，然后开心的像个小姑娘一般蹦蹦跳跳的转身离开了，留下萧炎一人站在原地傻愣了片刻。虽然吴雪的年龄要比萧炎大很多，可是在神的世界中没有年龄的划分，爱情来了，年龄根本不是问题。不知道过了多久，一道苍老的声音传入萧炎的耳朵中：哈哈，小友是老朽所见过的最特别之人，刚刚听你的意思是说你能够炼化灭世本源。萧炎闻声望去，只见那位无量神山之主正眼睛微眯地看着自己。萧炎立马拱手示意道：前辈。哈哈哈，不愧是被元尊看上的小家伙，老朽对你的身份也感到越来越有意思了。无量神山之主捋了捋自己的胡须，笑道：前辈，我只是来自下等级世界来的人类罢了，哪有什么身份。萧炎挠了挠头，有些不解：非也，你要是简单身份的话，怎么有着焚神之力？无量神山之主也被萧炎体内的焚神之力所吸引，
从前辈的话语中得知，看来自己的焚神之力的来历真的不小啊。既然你拥有焚神之力，老朽便带你去一个地方，到了那里，你就是知晓一些事情。说着，无量神山之主便是徒手一挥，眼前顿时出现了被撕裂开的空间，然后直接脚步一踏进入其中，而萧炎也紧跟其上。随着他们二人进入撕裂的空间中后，那四大山之主的眼神中露出极其复杂之色。难道神山之主是想要带那小家伙去中锋之地？那可是无量神界的最中心，也是封印神法大阵最核心的地方。神山之主为何要带这位小家伙去那里呢？几位山主有些不解起来。虽然他们都知道萧炎的实力非常不错，可是那地方乃是包含了无量神界的核心秘密，以及那里的能量，就算是他们都无法踏足其中，因为那里称作是无量神界的禁地。大家也不用疑惑了，神山之主必定有着自己的打算。在四大山之主交谈间，在无量神界的最中心区域，此时天空上出现一道被撕裂开的空间裂缝，然后从中踏出了2道身影，出现在这片天地间。这里是萧炎感受到此处的能量似乎非常的诡异恐怖，以他这能3重天位神的实力，根本无法进入。不过好在无量神山之主的特殊手段之下，才得以进入其中。不过就算如此，自己的体内血液以及神元之气都变得异常起来。中锋之地，对于这个陌生的名字，萧炎也根本就不清楚这中锋之地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然后无量神山之主便是轻轻袖袍一挥，一道流光撕裂开这里的空间乱流，破开重重罡风云层。然后萧炎便是见到一座破碎的神之大陆出现在了其视线中。这座大陆残破不堪，呈现暗红色的色彩，即便是隔着遥远的距离，都是隐隐的有着冲天惨烈的气息升腾。此时萧炎正略微有些好奇地望着那座残破的神之大陆，显然对于这片神之大陆，萧炎有着一丝兴趣。而且这座神之大陆应该是无量神界的最广阔的大陆，如今这片神之大陆已经被毁灭成如此的模样，怕是在这之前应该有着一场极为惨烈的大战吧。一旁的无量神山之主脸色凝重的点点头，望向中锋之地的目光中充满着忌惮，因为就算是他也隐隐的感觉到这片残破的神之大陆上残留着一些极为可怕的气息，那种气息即便是他这等9重天位神都是感到心悸以及一种恐怖的压迫感。这地方真是可怕呀，没想到无量神界之中还有着如此地方。萧炎感叹了一声，他紧紧地盯着那遥远下方的暗红色的大地，不知为何随着接近此地后，他感觉到有些心惊肉跳，那是因为他敏锐地感知到了一种无法形容的危险气息，那种气息仅仅只是丝毫，就让得他头皮彻底的发麻。这里乃是无量神界中封印神法大阵的核心之地，而无量神渊之中的封印神法大阵只是冰山一角罢了，这才是完整的大阵。这里是将整个无量神界都封印其中，难道这里是完整的大阵之眼？而且为何在布下如此恐怖庞大的封印神法大阵？难道是封印着什么更可怕的东西？望着萧炎那被震撼到的眼神，无量神山之主则是淡淡一笑，明白萧炎心中所想。你知道为何无量神界会有着如此强大的封印神法大阵吗？因为无量神界已经在天古浩劫时已经惨败，不少神之大陆已经毁灭，最后差点连整个神界都要陷入毁灭的危机。后来有一位无上大能的出现，在这里布下了如此庞大的大阵，第一是封印那恶魔之手，第二是保护住无量神界的毁灭。在经过数千万载的时间里，在苍穹之心的万物生灵重塑下，也逐渐的恢复过来，所以这封印神法大阵的威力也开始逐渐的减弱。原来如此，看来那场天古浩劫的惨烈，他是萧炎都不敢想象的。更让萧炎觉得震惊的是，这道封印神法大阵不仅封印了恶魔之手，还保护住了无量神界差点被毁灭的局面。如此大能，当真不愧是传说中的无上，唯有无上大能才能够改变一些法则，从而达到另一种的改变。前辈，数千万载之前的天古浩劫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何会有这一场的毁灭之灾？萧炎对于这一场浩劫无比的好奇，究竟是何方之物才能够让几位无上大能联手下，才得以平息这一场近乎毁灭级的大战？如果说主神是大咒的最高境界，那么这传说中的无上乃是主神领域中的巅峰，同时拥有着比大道造化更强，能够改变法则的无上神力。可即便是这样的无上存在，都只能联手才平息天古浩劫。而且最后那几位无上大能经过天古浩劫之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根本就没有了这些无上的消息。后来有传闻说这些无上已经在天古浩劫中陨落，也有传闻说这些无上已经进入轮回，也有传闻说无上乃是大咒法则之根本，大咒中的某些法则亦是这些无上大能的演变，还有很多关于无上大能的传闻。不过这些说法不知道哪一种才是真的，但真正的答案怕是已经无人知晓了，因为
在那一场天古浩劫之中，无数神之陨落，其中不乏有着高阶天位神和巅峰天位神。知道那些其中信息的神之早基本已经不在，只有是天古浩劫之后所诞生的新纪元世界中的新生灵。而这些新生灵怎么知道天古纪元时期的那一场浩劫？所有的万物生灵都是重新诞生了，但是也有在那一场天古浩劫所遗留下来的一些神智，只是这些遗留下来的神智基本都是选择了归隐，很少出现在众人的视野之中。而那些出现在大家视野当中的神智，几乎已经成为第一等级世界的顶级存在。也罢，既然你拥有焚神之力，老朽便让你知晓一些曾经在无量神界中所发生的事情吧。无量神山之主本来不想将此事说出，不过这一次那些灭神府之人已经断然出手解救恶魔，想必早已经按耐不住了。这一次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是他知道这些灭神府的人定不会就这么放弃。既然萧炎有着焚神之力，那么就好好的培养他，让他将焚神之力的力量全部激活。到时候大宙之中也将会诞生出一名那传说中的无上也说不定。旋即无量神山之主便是将一团信息凝聚自己的手指头上，对着萧炎的眉心处点去。那道信息团光芒顿时扩散进入萧炎的脑海之中，诸多信息开始在他的脑海中不断的汇聚而来。一道血腥绝望无比的画面出现在了萧炎的脑海之中，一望无际的天地充斥着无尽的黑暗气息，甚至已经将这方整个天地笼罩在其中。而且萧炎在广阔无比的天地间根本感受不到一丝有生灵的气息。难道说这如此无尽的天地中所有的生灵已经被抹除？而且这些黑暗气息也是变得越来越浓郁了。黑暗气息所过处，空间直接崩塌，虚无的力量直接涌入这方天地。一旦虚无的力量进入这片天地之中，那么任何事物都会慢慢的毁灭而去。感受到这么如此可怕的黑暗气息，以萧炎这般强大的定力，其心头都是一颤。这样的场面也是他首次见到。而这个黑暗气息竟是蔓延至大宙中的9界，可以说整个大宙都被这股黑暗气息所笼罩，任何生灵万物都无法逃脱，几乎是毁灭性的恐怖灾难。此时此刻，萧炎都是露出绝望之色，根本就没有任何反抗的力量。那黑暗气息竟是强大到如此的恐怖程度，能够让这等经常在生死边缘历练的萧炎都感到绝望的话，这场天古浩劫中的确让任何东西都会毁灭于其中，就算是神职也是如此。难怪会有高阶天位神和巅峰天位神这样的超级神职都陨落浩劫中。天古纪元时期竟然受到如此严重的毁灭灾难，与其说灾难，倒不如说这是神灾。简单的说，就是神的灾难，能够让诸神都感到绝望，更是无法抵抗的神灾，恐怕是大宙所面临的最高毁灭级的浩劫了。此时萧炎在无量神山之主给的信息中，可以看到整个大宙9界的面貌，其中的9界都是映入萧炎的眼眸中，而且看得极为的清楚。天古纪元的那些神竟然全部被黑暗气息侵蚀吞噬毁灭，无数生灵神灵皆是无法逃脱绝望般的魔爪，他们都在痛苦和恐惧中死去。不管是序列神还是天位神，他们反抗都无济于事。萧炎看到这样惨烈的画面，紧紧地捏紧了自己的拳头，瞳孔中充满着一道道的血丝，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大宙9界中的亿万生灵都在这一场天古浩劫中陨落，何尝不难受？这比当初域外邪族天邪神来犯大千世界时更加的愤怒憎恨，并且这样的天古浩劫乃是9界所有生灵神灵的噩梦，更是所有神的毁灭之灾。画面再度一转，另一处绝望的战场，这里黑暗气息更加的浓郁，甚至其中的无数死气也是弥漫天地，因为已经有着诸多神旨皆是尽数陨落，那股死气传荡天界，大宙9界中的生灵神灵尽数溃败，但是其中不乏有着一些最强者的出现，一起来抵御那些的黑暗势力。此时在一处神界中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似乎是有着10到万丈高大的身躯散发出金色的璀璨光芒，立于大地之上。这些身躯上所散发出来的气息令的萧炎都头皮发麻起来，甚至其中的一些气息竟是让萧炎有些熟悉。那些是原始法身。萧炎的目光直直地望着那10到万丈高大的原始法身的身躯上所散发出来的气息，简直与牧尘的那几座原始法身别无二致。只是现在萧炎所见的这10座原始法身中所散发出来的气息，却又多了一种极其特殊的神圣能量，与之前牧尘的原始法身力量更加的恐怖强大，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面。看来这才是原始法身的真正力量了。而牧尘现在的原始法身还没有将这股特殊恐怖的力量彻底的激活出来，如果一旦激活，这么仅仅是一座原始法身就能够轻松的毁灭万物的一切，更何况这里有着10座原始法身，一旦这10座原始法身的真正力量同时施展出来，就连大宙9界都得激烈的震荡。对了，此前我倒是见过牧尘在将5座原始法身融合诞生出新的法身之体，记得叫太初世界体，那时候也同样有着这股特殊的恐怖力量气息，只是与现在这里的10座原始法身比起来，不管是哪一座法身所散发出来的能量波动，都是远超牧尘那一座太初世界体的力量。想到这里，萧炎被自己的一个想法所震惊到了，难道现在我所看到的才是原始法身的真正力量？只是这股力量是远超原始力量的，
原始级太初，这就是原始之上的太初之力。每一座原始法身的身躯所散发出来的那股力量，都足以碾压萧炎无数遍了。如果日后牧尘能够将这股力量彻底的激活开来，那么牧尘的实力和战斗力将会完全的蜕变，达到一个极其惊人的程度。然后就在这时，那10座巨大的原始法身身躯微微一震，似是感受到一股令这些原始法身都有着忌惮的黑暗力量朝着这面笼罩而来。这恐怖的力量是暗黑之力。萧炎顺着10座原始法身的目光所望之处，在那处更高的天际之上，竟然有一道黑暗的虚影。只是萧炎很难看清楚其对方的真面目，但仅仅是这道黑暗虚影所散发出来的一丝气息，足以轻易的毁灭一方世界，没有任何的希望可以去抗衡的毁灭级存在。不过萧炎已经猜测到，能够施展出10座原始法身去对抗的，恐怕就是那个恶魔暗黑大帝。此时，那10座原始法身开始催动自身强大的太初之力，开始在自己的正前方急速地汇聚出巨大的能量球。每一个巨大能量球之中所散发出来的气息，皆是无比的恐怖。而且，这股恐怖气息，就算是一些寻常的主神都无法有对抗的资格。原本万丈高大的原始法身，将所有的力量凝聚到极致的时候，瞬间膨胀到10万丈、100万丈，就连空间都开始激烈的震动起来。法神天能，一道极为低沉的声音自10座原始法身上传了出来。旋即在这些原始法身身前的那道能量球，直接朝着高空中的那道黑暗虚影冲击而去。能量球散发出原始的金色光芒，在其所过之处，驱散了原本笼罩在天际上的那些黑暗气息。而且这10道超越原始的太初力量，更是爆发出令所有神祇都极为忌惮的能量波动。不少已经重伤躺在地上的那些神祇望着极其恐怖的10道能量球，心中瞬间也是渐渐燃起了一丝希望，因为这10道能量球乃是他们最后的希望之光。随着10座原始法身同时的攻击下，那黑暗虚影也不敢怠慢，因为对方已经施展最大底牌，原始法身的力量已经催动到极致，就算黑暗虚影再强大，怕是也不能轻易的去应对，毕竟对方乃是一名真正的无上。果然还是小瞧你了呀，法神，天虚归一。一道来自无尽黑暗当中的声音自虚影上发出，然后这道声音落下之后，在黑暗虚影的后方处出现了一道令人感到极度恐惧的暗黑光圈，仿佛能够吞进世间一切事物。所有的力量只要被吞噬之中后，将会被其中那恐怖毁灭般的能量所虚化，所有的一切都会变为零，一切都会回到原点。在这2股极致的力量碰撞之下，那方世界瞬间就被碰撞所散发出来的能量光芒所笼罩，那画面变得模糊不清，谁也不知道鹿死谁手。在双方极致能量的碰撞下所形成的涟漪能量波动，便是直接撕碎了那片天地。整个世界的空间中充斥着无比可怕的毁灭能量，所有的生灵神灵只要一旦被这些毁灭能量击中，就必死无疑。一名无上在全力施展下的威力，怕是那暗黑虚影都不好受吧。萧炎通过自身的神魂力量，看到那双方原本不分上下的极致力量，在下一秒，暗黑光圈中瞬间浮现出10道巨大暗黑的虚手，其上竟散发着不属于大咒中任何本源的力量。这股威能怕是萧炎所见过的最恐怖最绝望的气息，那场面简直就是一个招式毁灭一个世界，连大道造化都做不到这般无上神力，不愧是大咒的最高力量。但是这场面萧炎似乎在哪里见到过，记得当时自己通过灵动时间祖符回到过去的时间轴上所见到的画面一模一样。难道当时所看见的那道暗黑虚影就是暗黑大帝？这完整形态下的恶魔竟然拿如此恐怖至极，但那10道原始法身彻底催动太初力量后，竟然都无法将其做到压制。就在萧炎想要看清楚究竟是哪一方胜利时，画面突变到了另一处战场，这里的世界中也同意被黑暗气息所笼罩，诸多神祇都是露出绝望恐惧之色，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一战他们根本无法获得胜利。只见黑暗气息弥漫的天空之上，又是一位大能立于虚空，他的后背之上竟是有着10道散发出不同属性的能量，而且每一道能量都是强大到令萧炎窒息。那是祖符吗？萧炎的目光锁定了那位大能的后背上，10道不同符文所散发出来的可怕至极的气息，简直与灵动的祖符气息一样。恶魔，你掀起天蛊浩劫，今日必将你扼杀。那位大能声音轰鸣，仅仅就是这道声音就引起天地间的剧烈震动，黑暗气息都是被逼退了部分。哈哈哈，真是好大的口气！你们几位无上，任何一位都不是我的对手。在那位无上大能的对立面，一道暗黑虚影身躯摆动，脸上有着看不出的得意笑容。是吗？那我今日就算付出代价，也要将你这恶魔镇压。无上大能话音落下后，身后的10道祖符之物瞬间膨胀开来，随着膨胀后，其中的力量也同步变得更强大。天际上10道光芒爆射而出，直接将空间洞穿出一道道的无尽空洞。每一道光芒中承载的力量都是大咒的最高神力，想要傲视还是覆灭，都在对方的一道一念之下。所以他现在要覆灭的是那道暗黑虚影，10道不同属性的恐怖力量在他的手里被施展得淋漓尽致。萧炎仅仅看一眼，都感到极度的危险气息将他笼罩。萧炎也没有想到，自己仅仅只是旁观者看这样的画面，过了数千万载的时间，竟然依旧能够从中感受到那股危险的感觉。无上的力量简直无法想象
那是什么样的可怕层次。就在萧炎以为要被这股力量抹杀时，眼前变得一片黑暗，然后过了一会儿，画面再次的恢复，让萧炎顿时间震惊绝望，以及内心都变得无比的憎恨起来。因为他看到了大咒九界的样貌，九界无一幸免，每一个大界中都被黑暗侵蚀，而且几乎所有的神旨都在这一场天古浩劫中陨落，其中有序列神、天位神以及大道造化主神都葬送在其中，唯有大咒中真正的无上大能还在与那恶魔展开生死对决。萧炎的眼球上布满着猩红的血丝，那是他的愤怒，自己的大咒竟然在天古纪元时期遭遇如此的惨重代价，亿万神灵涂炭，全部都在这场浩劫中纷纷战死。这样的一幕看得萧炎眼眶中有些热气在涌动着，这简直就是恶魔降临，想要毁灭大咒九界啊！为何要如此残害大咒的亿万神灵？除了施展原始法身和祖父的那2位无上之外，还有3大战场处有着无上神力爆发，他们眼神狰狞，施展出大咒最高无上神力的所有力量，对着那暗黑虚影纷纷轰去。先不说那位暗黑虚影会不会毁灭大咒九界，现在那几位无上所施展爆发出来的无上神力都有可能将九界毁灭。不过把这样的力量全部瞄准轰击在暗黑虚影身上，爆发出空间炸裂之能，爆破之声从虚无中传开，就连咒海中都被影响，掀起了足以湮灭一切万物的无形海浪以及恐怖的巨型风暴之眼。